欢迎收看不止游戏第86期，我是小一。看着这些熟悉的游戏，是不是想起了小时候玩红白机或者小霸王，和小伙伴们度过的美好时光？当时我们玩着动辄几十合一的游戏卡带，看着不认识的英文和日文，甚至被某些盗版商阉割的动画。每次玩这些游戏，完全就是一副我不知道这是哪里，我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只知道我要打开杀戒。但这些限制依然不妨碍我们探寻游戏的乐趣。我们仍未知道那时所玩的游戏剧情、结局，甚至它正确的名字，但那些有趣的画面和魔性的音乐却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脑海中，甚至几十年都难以忘怀。这期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小时候玩的 FC 经典游戏，重新来了解我们曾经玩过的那些游戏，它的剧情、结局和背后的故事究竟是什么样。同时，大家对于如魂斗罗、超级玛丽之类的太过于熟悉了，因此我会首先讲一些经典但出名度并不高的游戏。这是我最喜欢的 FC 游戏，有着非常棒的游戏音乐和画面。SNK 从滴滴血等动作电影中吸取灵感，主角名和造型也向合金装备的 Slack 致敬。在1988年街机发行，1989年在 FC 发行。街机版的越狱是可以双人一起玩的， FC 版只能玩单人。不过碰上国内某些盗版商居然把 FC 版也魔改成双人的。小时候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主角作为战俘在监狱里关着，怎么还能裤裆掏雷炸开牢房？炸牢房就算了，一路厮杀都跑出战俘营了，不赶紧溜了，怎么还赤手空拳打了敌人大本营去了？直到后来才知道，也是这群盗版商，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，要不就加点东西，要不干脆删点东西，把剧情动画给阉割了。实际上游戏是有剧情的，主角作为陆军特种部队 M 的特战队长，为了摧毁敌人的大本营，暗杀敌方头目，以故意被俘的方式接近敌营，再杀出一条血路完成任务。游戏一共就5关，从战俘营杀到工业区，再深入丛林打入敌军总部，击毙头部后会呼叫总部撤退。每一关风格迥异，除了 BOSS 太菜了，其他的设计都很用心。不但上人持枪突突敌人，下人脚踢鬼火少年，在武器道具方面还能使用匕首、纸虎、防弹衣、M16和手榴弹，尤其是身着防弹衣的时候，还故意去靠近敌人的飞刀和子弹，就为了听那清脆的，非常有满足感。最后在敌人的围剿下突出重围，顺利登上撤退的飞机，回家还能抱得美人归，可谓是80年代英雄角色经典的套路剧情。顺带一提，这游戏竟然有2代，策划和设计师估计看了《滴滴血2》看入迷了，这次也把主角整到了越南。当然由于不演战俘了，名字也不可能是越狱，因此改了个让后人更为熟悉也更让人虎躯一震的名字——穿越火线。马戏团原名为马戏团查理，1984年由科乐美推出街机版， FC 版则交给了另一家公司。游戏的音乐给玩家们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，因为除了2、3关为原创音乐，第1、4关的音乐改编自美国巡逻兵进行曲，第5关则改编自蓝色多瑙河。 FC 版的马戏团，玩家操作查理骑狮子跳火圈，走钢丝躲猴子，后面还有骑马荡秋千等高难度操作。这款游戏的难度并不算低，尤其是荡秋千，很多人没能将其通关。游戏的理念和剧情来自于1927年卓别林的经典电影《马戏团》，包括有些关卡和场景也是向电影致敬。不过小时候我们不知道，其实小丑查理并非单纯为了给观众表演才去马戏团搏命的，而是为了女人。那你说从头到尾也没见到一个女的，只有一群动物啊！在 FC 版的马戏团上，就算通关了，游戏也是重新开始。而在街机版的马戏团，不但相比 FC 版的马戏团多了一关蹦床，并且在每过数关还能进入隐藏关海豚蹦床，在隐藏关赢得高分来挑战排行榜。同时街机版是有结局的，顺利通关后能见到小丑查理的心上人马戏团团长的千金杰尼，而查理也通过一系列出色的表演博得了全场的好评，也赢得了杰尼的芳心。最后小丑查理一激动化为了引流之主，离开了马戏团，前往召唤师峡谷。铁板阵，如果你喜欢玩雷电类的飞行射击类游戏，那你得了解一下这款画面较为简陋，音乐也较为魔性的游戏
这是游戏史上第一个直向卷轴式的射击游戏，也就是这种竖着飞行的射击游戏，它就是鼻祖。当时的游戏设计师们对于游戏的设计还处于混沌之态，对于射击游戏也只能做一些固定场景，如小蜜蜂这样的游戏。在当时，南梦宫硬件还比较简陋，一个机房只能同时5个人工作。后来又加入了4名新人，要想做游戏，就得等那员工休息的间隙去机房做。对于如何设计俯视角飞行射击的游戏，当时的设计师们毫无概念，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。最早期的铁板阵仍是固定场景，并打算用现实存在的 F4 战斗机。游戏搞了一半了，策划突然离职，跑到非洲去玩了。铁板阵这一项目在本就资源不充裕的情况下，差点就停了。然而这一切被一名新人所改变了。远藤雅生主动请缨接受了这一项目，把游戏基本重置了一遍，同时把现实换成了科幻背景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他把游戏从固定场景改为了直向卷轴式，迈出了游戏史上里程碑的一步。南梦宫在1982年街机版发售这款游戏后，当时引起了一阵射击游戏的热潮。2年后 FC 版铁板阵上市，让更多的玩家在家里就能体验到飞行射击的快感。铁板阵的大卖让南梦宫一下占据了全球街机业 73% 的份额， FC 版也卖出了近130万套。1985年，新的南梦宫总部在东京大田区建成，大家非常开心。而建这栋大楼的钱全来自于铁板阵的利润，所以南梦宫的总部也被很多人称为铁板阵大楼。而那名远藤雅生的设计师在获得如此成功后并没有膨胀，反而静下心来给游戏完善世界观和剧情故事。大家在游戏中看到的一些符号是他自己发明的一种语言，真的能翻译出一些简单的意思。最后你还是想问，为什么这游戏名叫铁板阵，听起来跟铁板烧一样？实际上人家原名为第4行星，被盗版上弄到国内的时候，瞅着游戏中一个无敌类似铁板不断翻转而来的敌人，脑洞一开就此起了个铁板阵的名字。翻越冰山由1985年的任天堂制作发行的翻越冰山，玩家们更为形象的称呼为敲砖块。当时属于2个人同屏可玩的较为经典的游戏之一。2名主角都是爱斯基摩人，穿蓝衣服的男孩叫 Popo， 而穿粉衣服的女孩叫娜娜。以前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费尽心思的去翻越冰山，实际上游戏的剧情大致是在风雪皑皑的基地，食物资源匮乏，而那只山顶的巨型神鹰把蔬菜给他们偷了。要知道基地的蔬菜可是比肉食还宝贵。游戏最具难度的地方在于在最后40秒时间内需要跳过多个棘手的平台，虽然掉下去了也算通关，但玩家们肯定不甘于此，瞅准时机跳上巨型神鹰的爪子才算完美。毕竟由于是双人同屏，看似合作其实也算竞争，因为谁跳上了鹰爪，谁就能在结算画面开心的笑，而另一人就只能在冰山脚下哭。游戏一开始2名玩家合作击败怪物，随着关卡的深入，地形越来越复杂，怪物也越来越厉害，让这款游戏充满挑战和趣味性，同时坑队友的方式也越发多样。反正我小时候玩这款游戏和我弟弟打了起来，也算是最早的有劲模拟器了。我们感觉好像从来没有通关这款游戏，总会在某一关就会滚下冰山，让这冰山一眼望不到头。实际上游戏有32关，但大部分玩家基本都没有通关过。不过就算你历经艰难通关了，也没有什么结尾画面，也只是回到第一关再次开始轮回。像其他版本的翻越冰山还添加了更多怪物，甚至有雪怪不断抬高地形，更具有紧迫感。虽然游戏的收尾很简陋，但 Popo 和拉拉这2个角色却被任天堂继续沿用下来，因此大家在任天堂很多游戏中都能见到这2个拿着木锤的可爱角色。人间兵器，玩家扮演的是第98号特种部队探员肯尼·史密斯，在接到上司琼斯的命令后，前往南美洲营救被俘的探员。人间兵器的音乐也是非常有风格，而且难度可选，哪怕是普通选项难度也不低。不但敌人强力，还有子弹限制，不能像魂斗罗一样按着射击键不放，一直清屏。同时游戏也不是单纯的线性通关，还要在游戏中的多处的翻转门里营救平民，翻找武器弹药，以及找到那名持有炸药才能通关的突击队员。那句口音比我的还魔性，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时候翻出的是一具惊悚的白骨。游戏每一关救出被俘的探员，从他们手中拿到一张碎纸片，在救出最后一个人质后，史密斯没想到这些纸片竟然拼凑出一封信，一封毒贩头目寄给他上司琼斯的信。
他也没想到自己的上司也是贩毒集团的人。而游戏的最后，史密斯回到总部，铲除了这名叛徒。虽然游戏难度不小，但每一关通关后可以获得通关密码，下次可以直接输入密码跳关。同时每关结尾电脑处，会发现他上司的手会随着关卡的深入而有所变化。原本只是派他去救人，没想到这小子快把毒品渠道给搞没了，上司的手也会表现得越发紧张，直到史密斯最后干掉了他，电脑屏幕前再也没有上司的手，顺带也没了电脑屏幕。感谢收看本期的不止游戏，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击关注，我是乔。